俺叫扶贫，今年3岁半，俺有3个身份。闺女，你放心，现在咱家有钱了，再也不用吃糊糊了。听说魔界出了混沌灵根，啊，到底是谁？魔界为什么死活不说？好，师兄们，俺是不是很厉害？但是别乱跑，别乱吃奇怪东西，别摔坏衣服，别破坏账本，别受伤。俺又不是小孩子。俺感觉又有人要给俺送钱了。哟，这不是天剑宗那群穷鬼吗？小师，什么小师妹？我们小师妹在这儿呢。没关系，理解，毕竟他是青云宗的，立场要对。他们发财了，买这么多。熊师姐，你忘了上次在幻兽迷墟，那个3岁小娃娃坑了我们多少零食啊？是啊，差点忘了。就是那个小娃娃吗？挺可爱的。哼，可爱有什么用？杂灵根一个，还是靠我们大师兄给的极品间接丹才引气入体的。除了有点可爱，根本没前途。你们不是说它可以亲近妖兽吗？除了有点可爱和亲近妖兽，根本没前途。熊师姐还挺严谨，补充条件补得很快。快走快走，别又被缠上。碰上他们准没好事。也不是，他们之前确实贡献了不少零食。幻兽迷墟，青云宗贡献1600零食，外加1颗极品进阶丹。都是好客户，客户可以看不起我们，我们不能嫌弃客户。俺哥说过，做生意要有格局。青云宗的道友们好，好久不见！你们也来逛街啊？上次多谢你们的零食，那颗进阶丹特别好用。欢迎下次再来消费。客户不想交流没关系，下次消费就行。师兄们都有新剑了，但剑上光秃秃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像没穿衣服。得给师兄们的剑买点配饰。我们去买剑饰吧。老板，这个，俺都要了。这个适合木灵根剑修，能增加1点防术，还能稳住剑气。三师兄，这个配恁的青木令剑。很合适。四师兄，这个给恁。小师妹。五师兄，这个好看，也配人。小师妹眼光真好。冷静。六师兄，能天天记东西，得静心。我会记录这件事。这个也要记啊？要，很重要。大师兄的剑也光秃秃的，天外云铁剑那么好，得配一个低调又好看的剑髓。小客人好眼光，这个是银参丝剑絮，时尚品零食，配那位道友的剑刚刚好。哼，老板，这个我要了。这位客人是这位小客人先看上的，我们小师妹看上了，就是我们的。小师妹看上这个剑苏是她的福气。你们天剑宗的人买什么剑饰？那破剑配得上这么好的东西吗？就是，快让给我们小师妹。这个是俺先看上的。扶贫师妹，你连剑都没有，不如让给上官师妹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这是俺买给大师兄的。你买给你师兄？对，每个师兄都有。怎么，你们小师妹没有给你们买过吗？看来是没有。我以后也会给师兄师姐们买好东西的。对，我们小师妹以后也会买的。我们小师妹是雷灵根，宗门未来天骄，我们宠她一点怎么啦？就是，我们小师妹还小，哪有让小孩子送礼的道理？她小，俺不小吗？俺才3岁半哎。
你们这么穷，用的也不是什么好剑，没必要用那么好的配饰。而且，这个剑速明明是雷系剑更配。你这把剑是挺好的，但俺觉得它和俺大师兄的天外云铁剑更搭。笑死我了！整个修仙界现存的天外云铁剑不超过3把。你们天剑宗也配？他大概觉得俺在说大话，其实俺没说大话，俺只是说了他们不敢信的实话。天外运铁，整个修仙界现存不足3把，你托小师妹的福才收到。大师兄这句话比拔剑还帅。负偏小师妹，你师兄的剑卖我一把行不行？多少钱我都出。有钱师兄，有的东西可以花钱买，有的东西不可以，比如俺师兄们的剑。赵有钱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出息不了一点，这可是有钱都没处买的宝剑。这些剑真的和你有关，这是俺们天剑宗的宗秘哦，无可奉告。小师妹学魔兵化语，效果极佳。为什么你的师兄们都有这么好的剑，而你没有？而且还要你一个3岁半的小孩送剑士？这些剑士要几十上品灵石，但一般炼气期的剑几百中品灵石就有。你觉得俺是买不起吗？俺只是在等一把适合俺的剑，而且俺虽然没有剑，但俺有师兄们。师兄们平时疼俺宠俺，所以俺送他们东西孝顺他们，应该的。你的师兄师姐是对你不好吗？所以你才没送？你，俺怎么了？上官姐姐，你的师兄师姐们对你那么好，你总不会舍不得吧？老板，结账。原本就是小客人先看上的。谢谢老板。大师兄送你。上官姐姐，下次见。下次记得给你师兄师姐们买东西哦。你刚才很厉害。三长老是长辈，不好下场跟小辈吵架，但俺看他刚才那表情，估计心里已经鼓掌800遍了。小师妹，你刚才那几句话比剑还锋利，上官海棠的脸都黑了。不是黑，是紫，我看到了。俺只是实话实说，有时候实话才最扎心。天剑宗对外交涉记录，对手青云宗上官海棠，方式、语言、结果完胜。小师妹没有剑，但小师妹有嘴。六师兄，这个也要记？要，这是重要战斗记录。大师兄嘴上不说，但他喜欢，他特别喜欢。小师妹，石油品花得值，特别值。终于要回去了，带着灵石，带着矿石，带着新剑，还有三师兄买的狗，不对，燕獒。俺记得他，半年前就是他送俺去修仙界。小鬼，出了魔界千万别暴露魔气，别让修仙宗门的人抓你去炼丹，还挺讲究。他认出俺了。这一次回修仙界和上一次不一样，上一次俺只有3块下品灵石，这一次俺有师兄们，还有好多好多矿石。小崽子，混得不错。过奖，下次还坐您的船。小师妹，快点儿，回去给你做馒头，还有糖糕。回去先体检，
再吃，慢点跑。魔君家的崽子就是不一般，3岁半的金丹期，他娘的，魔君这是生了个什么怪物？终于回来了，修仙界的空气闻着都像能省2块下品灵石。万仙盟的传讯，估计是讨论混沌灵酰的事。老夫去就回，顺便去黑市把矿石卖了。长老，这个也卖了。好，你们先回宗。刚刚在魔界买的，便宜。以前是扫地僧，现在升级成了飙灶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看天宗宗特别顺眼，可能是因为兜里有钱了。很好，水系剑要用火养，土系剑要接地气。五师兄像在给剑做法事。寒霜剑初次保养，水温适宜，剑体反应良好，手差点冻僵。帅是真的帅，但俺觉得大师兄可能只是不知道该怎么保养天外云铁剑，毕竟他也是第一次见。每闻一口都觉得神清气爽，有钱宗门的饭闻着都不一样。这辣的有点过分了，还行，能接受。我是不是在渡劫？不辣啊，可能因为俺从小在魔界长大，魔鬼辣椒确实还行。下次我多做一点。我给二师兄传个讯，让他别找矿了。咱们现在有钱了，不用他挖了。可惜了，他要是在，也能坑到一把好剑。他从头到尾都没参与，亏大了。平时传讯，我跟他说过小师妹的事儿，他说找了3年矿，攒了点家底，等他回来，一起养小师妹。这狗不对，这燕獒看门还没开始，看草倒是挺积极。三长老像飙车的老和尚，大长老像刚下班的铲屎官，二长老像刚从炼丹房逃出来的火攻。俺现在像一块刚出炉的丹药，每个长老都想验一遍品质。好，混沌金丹，根基打得比老夫的鞋底还厚。不错，这招声东击西好，锅甩魔界了，谁也查不到咱们头上。不止，还坑了魔界不少好东西。好剑啊，好剑！哎呦，你们这是去魔局渡劫还是去打劫？天外云铁啊，真舍得呀！这把剑放修仙界，能买下一座城。托小师妹的福。不是俺的福，是俺爹和俺哥的口袋。好了，都让让。陈光，过来。魔界少主给的那袋矿石，老夫已经处理了。寒冰碎，老夫留了一块自己修炼用。禅宗法器的钱赔了300上品，剩下的刚好3000上品，留着剑宗。这是5吨幽冥玄铁矿卖的，5000上品。5吨幽冥玄铁矿，5000上品，手抖，不是账错。这里面是适合我们各自属性修炼的珍稀矿石，从小平儿那袋里挑出来的，计入宗门库存，以后谁修炼需要就取。六师兄以前字很好看，现在像被俺爹附体了。
其他的都卖了，卖了10万上品。10万上品，从入天剑宗到现在，所有收入加起来，卖破烂，卖妖兽肉，给别宗打工，帮人跑腿，连这个数的零头都没有。我们有钱了。这4个字从天剑宗弟子嘴里说出来，分量不亚于我渡劫飞升了。长老，这次万仙盟开会说什么了？修仙界那边还以为魔族出了混沌灵根，而真正的混沌灵根正站在天剑宗山顶，刚吃完魔鬼辣椒。没什么，就是猜测混沌灵根是谁而已。毕竟谁也没打听出来。哼，魔界的嘴太严了，问啥都不说。哼，他们能打听出来才怪。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混沌灵根是谁。哦，我们知道，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。这段话有点绕，但俺听懂了。反正就是他们查不到俺头上。然后万仙盟又讨论了一下下一届万宗大比。什么是万宗大比？30年举办一次的比武，各宗弟子大比，决定宗门排名。哈哈哈，我们天剑宗从长老那代开始，剑术一直第一，基本没什么悬念。剑术这块儿，我们没输过。只比剑术吗？不是，也比炼丹、画符、阵法、炼机什么的。只是那些我们一样都比不过。天剑宗很强，强得非常偏科，但有剑就够了。靠剑一样能拿第一。剑修不需要别的。还有1个月，不急。当务之急是建设宗门。老夫收到传讯后，第一时间去了一趟宫闾阁。明天他们会派弟子过来估价。宫闾阁是修仙界降术鼻祖，价格不便宜吧？我以前在那儿打过兼职，阁主答应给老夫员工价8折。8折能省多少？大概能省出1间食堂。终于为宗门省出了1间食堂，这就是打工的意义。洞府不用修吧？都住习惯了。能省则省。修洞府还不如修个藏书阁。我们连藏书阁都没有，书都堆在各自洞里，想看还得串门。藏书阁很有必要。明天跟宫闾阁商量一下，加个藏书阁，看看要多少钱。要是再有钱一点，我们可以修一下剑罩。剑宗没有剑罩，确实说不过去。师宗师祖们的剑都没地方放，这个太花钱了，以后再说。剑朝的事以后再说，先把眼前的事办了。天剑宗改造初步计划：1. 议事大殿；2. 食堂；3. 丹房；4. 藏书阁；5. 宗门大门；6. 剑种。暂缓。天剑宗终于要变样了，不是因为别人施舍，也不是因为长老们出去打工，是因为我们真的有钱了。看起来就很贵，不对，看起来很专业。那种微妙，翻译过来大概是：我接过很多大项目，但没见过这么寒酸的开场。你们天宗宗确实需要改造。有劳了，末将师，您看看怎么改最省钱，我们不挑。我尽量。你们这儿灵气虽然稀薄了点，但山势不错，改造一番，勉强能凑出个像模像样的宗门。稀薄，当然稀薄，都被我家小偏儿吸干了。丹房放这里，够远吧？够远，炸了也不容易伤到主峰。原来建宗门这么复杂，不是有钱就行，还得会量、会算、会防诈。议事大殿建在山顶，宗主洞府旁边，方便召集弟子议事。食堂建在侧峰半山腰，
离所有洞府都不远不近，方便弟子用饭。丹房建在后山山谷，越远越好，免得炸炉时把别的房子也炸了。藏书阁建在主峰山腰，议事大殿下方，方便随时去看书。虽然我们目前没什么书可看，先建了再说。第一项，议事大殿，可容纳1000人的议事大殿，部分材料你们自己提供的话，总造价6万上品灵石。6万上品，10万还没捂热，就要少一大半。剑宗们真烧钱。第二项，食堂，可容纳100人的食堂，带后厨，2000上品。食堂这么便宜？食堂不需要防御法阵，厨房也不需要，除非你们打算在厨房里炼丹。看老夫干什么？老夫又不是没地方炼丹。第三项，丹房，这个贵，因为要加防御法阵，100平1万上品造价。100平就要1万！防御法阵贵，丹炉爆炸的威力不亚于金丹期自爆，法阵要扛住这个级别冲击，材料费、人工费、阵放师出场费加起来就是这个价。那就先建个100平的小丹房，能省则省，够用就行。第4项，宗门大门，用料白玉石柱4根，门楣用玉砂石板，瓦片你们自己出。不装饰门面3000上品，要装饰门面的话1万上品。能装一半吗？怎么装一半？就是不装那么花哨，但也不能太寒碜。那就减少装饰，5000上品。行。原来10万上品很多，但也没那么多。宗门还没建完，就已经花掉一大半了。天剑宗的底蕴确实值得改造。此藏书阁集实用与风雅于一体，可容万卷典籍。阁下意下如何？这怎么可能？天宗宗改造初步估价总计6万上品灵石，原工价8折。贵宗山门确实需要改造。唉，这是遇到土匪了吗？唉，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这是全部了，拿去吧。确认无误。六师哥，我的全部家当啊！这么大的船，一定很厉害吧？分工，老夫负责议事大殿，丹房归我，后山开荒我来。有钱之后，长老们都不打工了，开始打宗门了。这些灵鸟就是占了宗主洞府靠下蛋交房租的那群，现在看起来房东被施工吵到了。大概是灵果太香，他们原谅三长老了。这个位置很好，万一炸了也不会连累食堂。食堂很重要。收到你传讯的第一时间，我就顺了不少青云宗的炼丹材料，反正他们库存多，少一点也发现不了。俺看到了，长老们的道德底线比俺想象的灵活。不错，像个能活下去的宗门了。小平儿，你敲泥块的姿势很有剑意。真的吗？这不是敲泥块，这是剑法。而且他用的是左手，他是左撇子。不是，俺只是右手拿着馒头腾不出手。这味道比上次那麻袋还浓，很熟悉，
很御灵宗。好东西，御灵宗灵兽拉的，比文间肥料强100倍。它以后长出来的灵米会不会有味儿？不会，只会更香。这个法阵能防止山林妖兽偷吃灵田里的东西。以前的山门，狗路过都不知道这是宗门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三师兄，咱们以后是不是不像穷宗啦？至少门不像了。宗门大门建好了，白玉石的。你回来别走错了。可能二师兄还在挖矿，信号不好。灶台要多几个，烟囱往那边走，别熏到吃饭的人。四师弟平时练剑没这么多要求，一到厨房，整个人都发光。你是厨子？我是门内弟子。我问的是职业。四弟子，行吧。厨房按他的要求做，灶坑挖深一点。四师兄，这厨房是不是有点大？不大，以后宗门人多了，要够用。天中宗现在才几个人，但四师兄已经开始幻想100人食堂了，很有梦想。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厨房。你一共也没见过几个厨房。但这个确实很好，以后吃饭有地方了，也算宗门气象。能吃热饭，很好。对，热饭很重要。以前天剑宗很穷，可现在有大门，有厨房，有灵田，有丹房，有藏书阁，有议事大殿，它好像真的要变成一个像样的宗门啦。天剑宗以前像一群人住在山洞里，现在终于有一点宗门的样子了。虽然10万上品花没了，但这些东西会一直在。真好。五师兄负责改造洞府，不用大改，但门口需要装饰。然后他在这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热情。大师兄这里要高雅，三师兄这里要清秀。这花不会烧洞府吧？不会，只是像火。富贵，非常符合五师兄对自己的定位。好看，也不费钱。等二师兄回来，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。二师兄会喜欢的，这个秋千很刺激，荡到最高的时候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。不过没关系，俺会飞，就算秋千断了，也摔不死。小师妹，喜欢吗？喜欢。慕容卓监工成果。小师妹洞府花最多，有秋千；其他师兄洞府花一般，没秋千。五师兄偏心，偏得明目张胆。六师弟，你写什么？宗门绿化记录。此阵法布完后，元婴期以下难以强闯。很好。原来六师兄枕头底下藏的是这些，难怪他每次记完账都叹气，不是为钱叹气，是为小说里的主角叹气。六师兄，这些算藏书吗？当然算，这是研究魔界风土人情的重要资料。大师兄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大师兄说不辛苦的时候，已经搬了3块门板、2根梁、4个阵盘，他好像真的不觉得辛苦，也可能是不知道怎么拒绝。三师兄，吃糖。谢谢小师妹。好，这个糖真顶，吃一颗能干半天活。甜得很魔界。
甜度约为修仙界糖果3倍，提神效果明显。大师兄也吃。大师兄说太甜了，太甜了，但他没有吐出来，还笑了，所以就是喜欢。半个月前，这里还是一堆山洞。半个月后，它真的像个宗门了。钱花没了，但家变大了。以后终于有地方开会了。这是我见过最好的灶。你一共也没见过几个灶。四师兄的梦想已经从1口锅升级成8个灶，很励志。可以炸了。我是说可以开始炼丹了。二长老这句话听着很危险，但好在丹房修的离食堂很远，食堂安全就好。上面得刻字。确实，不刻字儿，别人不知道这是咱宗。而且这么好的门，不刻字可惜。谁刻？我。你是全宗最有文化的。比隔壁青云宗的字好看。青云宗那字儿是找名家写的，花了不少钱。那我们还赚了。六师叔高兴的时候脸不红，耳朵红。再等几10年就能收了。大长老手里的东西很补，也很冲。丹房，二长老，食堂没事吧？成功了！第1阶培元丹，虽然品相不太好，但能吃，应该能吃。什么叫应该能吃？就是吃了不会死。那吃了会怎么样？可能会拉肚子，但不会死。能吃就行，拉肚子总比没丹药吃强。对，咱们以前连拉肚子的丹药都没有。这话听着很惨，但好像是真的。等我再炼几炉，品相就好了。炼丹这事儿熟能生巧，下次炉盖应该不会飞了。以前吃饭是在露天石台上，风吹日晒，下雨还得端着碗跑回洞府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有屋顶，有桌子，有椅子，像个真正的宗门食堂了。咱们天剑宗终于像个正经宗门了。有大门，有大殿，有食堂，有丹房，有藏书阁，有灵田，有果树，有花，有秋千。这一杯敬小千儿，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天剑宗，没有他老夫还在玉灵宗插屎。没有他，老夫还在青云宗烧锅炉。敬师兄们，敬长老们，没有恁们，也没有俺今天。这一生向天震宗的新开始。这辣椒后劲还是这么大，我觉得刚刚好。我是不是在渡劫？这辣椒比魔界的还辣，就是魔界买的。年纪大了，受不了。解辣丹，你俩要不要？要。不辣啊。真的不辣，可能俺在魔界吃糊糊吃习惯了。对了，二师兄本来想赶回来的，但是半路要突破了，只能先闭关。那就是元婴了。没人护法，他能扛过去吧？二师兄那么厉害，肯定能。到时候咱宗就有2个元婴弟子了。宗门战力更新，大师兄沈清晨元婴中期，二师兄傅少即将元婴待确认。
3师兄苏宁金丹后期，4师兄岩川金丹后期，5师兄慕容卓金丹后期，6师兄顾晨光金丹中期，小师妹福群金丹初期。长老、化神期3位。备注：从今天起，谁还敢骂天剑宗不行？不对，压根儿没人敢说天剑宗不行，他们骂的是我们穷。备注：从今天起努力搞钱。现在终于开始变得不那么穷了。突然觉得这里真的变成家了，不是魔宫那种家，是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家。小师妹，晚上凉，披上。谢谢3师兄。别做太晚。宗门很好，师兄们很好，一切都很好。长得好，长大了给小平儿炼药。失败是成功他祖宗，多失败几次，祖宗就来了。正常的，终于是正常的。这一件手腕要再转一点。苏宁，你这一剑太软了，像在炒菜。岩川，你的剑不是门板，别老想着拍人。慕容卓，擦剑的时候别对着光看，伤眼睛。晨光，记账的时候别叹气，影响士气。清晨，你继续，老夫没什么可说的。师兄们看俺的眼神，已经从需要保护的小师妹变成了这小孩到底什么怪物？火候稳一点，别学岩川。不错，比普通火灵石好用。小燕，声音小点儿。元婴剑，18道雷。交界叔叔，是不是二师兄？他一个人渡劫，没人护法怎么办？二师兄上次说没问题，让我们别担心。他说没问题就真没问题。按照二师兄过往记录，他说没问题的时候，通常确实能活下来。这雷看着在交界处，赶过去也赶不及。以傅少的体魄，应该扛得住。毕竟在矿洞里挖了那么久矿，天天跟石头打交道，皮糙肉厚。第9道、第12道、第15道，每一道雷都像劈在大家心上。虽然隔得很远，但俺知道师兄们都在担心二师兄。渡劫的人成功了，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傅少那孩子，但祝福他吧。二师兄，刚才渡劫的是你吗？是的话回个信。是，活着，养完伤就回去。活着就好。二师兄傅少渡劫成功，修为元婴，人活着，剑不知道还在不在。等他回来。第一次以不贫困形象参加大型活动，不能咒。出门在外，馒头最稳。这剑擦起来都有压力，出门要精神一点儿。大师兄应该也觉得，这次出门和以前不一样了。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小天才。普通吗？3岁半练气后期，哪里普通了？对啊，哪里普通呢？修仙界平均数据，10岁练气后期才算天才，3岁半练气后期算怪物。那就当他是怪物吧，反正咱宗也不差这一个。长老，您这话听着不像夸俺。这是俺第一次从西山门出发，去参加万宗大比。俺们天中宗不再是那个只有山洞的穷宗了。万佛山，一看就很有钱。不对，
一看就很有佛缘。怎不见苦花昔日璀璨，却醒来。这地方大的离谱，俺要是跑丢了，估计三师兄能集出第2个金丹。旗是破了点儿，但字很硬，像我们天剑宗，穷归穷，骨头硬。诸位施主，请随我来，我带你们去天剑宗的站位。不用，你去忙吧，老夫熟。前辈以前来过？来过，30年。原来是天剑宗的忘机师叔，失敬失敬，那劳烦你了。三长老在禅宗的名声，可能比在天剑宗还响。不过大概不是因为打架，是因为扫地。四面楚歌，不对，四面都是人。不要和青云宗的人吵架，也不要打架，打架也不要打脸。长老这个要求听起来很熟练，像以前吃过亏。那如果他们先骂我们穷呢？以前会心虚，现在不用。但也别把10万上品花光的事儿说出去。天剑宗虽然穷过，但到底还是5大宗，有些位置，别人再有钱也坐不上。打姑子了，是吃的。上官姐姐，又装看不见，没关系，俺看见他算了。是你？你怎么变化这么大，进步的也快？糊涂长老还是不知道理好。小师妹，好久不见，想死你了！小师妹，这是新培育的灵果，你尝尝。小师妹，我家灵兽想你了，你穿新衣服了，真好看。御灵宗的人还是这么热情，就是每次热情的有点急。青云宗的人每次想跟小师妹说话，都会被御灵宗截胡。活该！谁让他们当初不要小师妹的？别说了，糊涂长老还没走远。他走远了。青云宗不要俺，御灵宗抢着为俺，这就是选择不同，结果不同。御灵宗的人怎么这么喜欢那个小娃娃？听说他能亲近妖兽。哦，难怪雷一虎对他比对御灵宗的人还温顺。天哪，这小娃娃才3岁半吧，这就练气后期了。天剑宗真是捡到宝了，人少，但每个弟子都是丹灵根天才。不对不对，那个小娃娃是杂灵根，之前青云宗测过的。青云宗这是走宝了呀！可不是嘛，而且他还能亲近妖兽，你看御灵宗的人稀罕的不得了。周通霄上次说了青云宗一顿，说没有介绍这个小娃娃去御灵宗。杂灵根而已，我们才不稀罕。哼，不过是靠大师兄的极品丹药引气入体。对，肯定是丹药的问题，才让他运气好到了炼气后期。杂灵根可能这辈子也就炼气后期了，想筑基，估计遥遥无期。雷一虎真贴心，比有些人会说话。炼气后期，3岁半，杂灵根，就算有极品丹药辅助，半年从引气入田到炼气后期也不正常，除非……后悔了吧？当初你们青云宗不要的小娃娃，现在可是我们御灵宗的座上宾。人家小娃娃不仅能亲近妖兽，修炼速度还这么快。走宝啊，走宝啊！杂灵根而已，炼气后期已经是极限了。是吗？那咱们走着瞧。三长老那表情翻译过来就是：你们吵吧，反正宝在我们天神宗。
万宗大比终于要开始了。如是我闻。不是比喻，是真的开始念经。万宗大比开场，禅宗主持先念经，目前已持续半刻钟，还未进入正题。他还要念多久？禅宗地盘，忍着。幸好我站得好。诸位道友远道而来，参加本届万宗大比，贫僧代禅宗欢迎诸位。众生平等，比赛第二，友谊第一。这个开场听着很安全，但后面好像不一定。大比期间，不可恶意伤人，不可故意寻衅，不可私下斗殴。若真要打，也不可打脸，打脸也不打太狠，打太狠也不可打出人命。若真出了人命，便交由戒律堂严查。禅宗这是把四规搬过来了吧？不，这是主持个人风格。他以前是管戒律的。我就尽量不打脸。哼，打脸确实不太好，影响美貌。本届万宗大比分为炼丹、画符、布阵、炼技、御兽、剑术等多个项目。各宗弟子可对应各自修为自由报名。大比以切磋为主，以伤人为耻，以胜负为次，以道心为重。大比项目炼丹、画符、布阵、炼技、御兽、剑术。天剑剑宗优势项目剑术，其实就是不太行。他说的比较委婉。剑术项目，天剑宗已蝉联多届冠军，希望各宗弟子今年再接再厉，争取。主持大概也觉得说了没用。争取什么？争取输得好看一点。争取在天剑宗弟子手下撑过3招。3招，能撑过1招就不错了。剑术这块，俺们天剑宗好像真的很让人放心。稍后各项目报名处会同时开放，请各宗弟子依序报名，不可拥挤，不可插队，不可因报名顺序产生争执。若产生争执，依旧不可打脸。万宗大比开始了，谁在酸，谁在笑，很快就知道了。剑术，剑术，剑术，剑术。六师弟，你还报阵法？反正输了也不丢脸，赢了就是赚的。剑术。110岁的元婴中期，修仙界目前天骄榜第1，大师兄的对手大概已经在心里写遗书了。3岁半，炼气后期，入门半年，你确定要报名？确定。新人组虽然是给入门3年以内的弟子设立，但修为不限，你的对手可能有筑基期，你才炼气后期。没关系，俺就试试。防御阵、困敌阵、迷幻阵。我刚布完阵，怎么阵就没了？承让。来得好！这就不打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的琵琶太脆了。算了。五师弟这是惹上桃花了？看起来是。五师兄的桃花运，对方是神女宗弟子，琵琶被劈裂，但好像不生气了。贫僧修金身法门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阿弥陀佛，施主的剑很冷。你的身体很硬。天剑宗剑修营比赛不是很正常吗？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，没看够。天剑宗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？那几把剑一看就不便宜，青木灵剑、赤火重剑、后土剑、寒霜剑，每一把都是极品。他们不是修仙界最穷的宗门吗？可能是中彩票了。修仙界有彩票吗？没有。他们猜错了，不是中彩票，是去魔界白嫖了一圈。别的元婴擂台都有对手，
大师兄的擂台就他一个人站在那里，傻站着。第一轮对手弃权，第二轮对手弃权，第三轮对手弃权。不是怂，是明智。修炼几百年才到元婴，谁想被110岁的怪物一剑秒？丢脸，受伤是大，受伤是小，道心破碎是大。这是属于110岁元婴中期的孤独。元婴区决赛，天剑宗沈清晨对青云宗司徒彻。就是那个在幻兽迷虚里被3手青焰师拍了好几抓子，后来又送了俺一颗极品丹药的青云宗大师兄。元婴初期150岁，比大师兄大40岁，修为低一个小境界。司徒策已经输给大师兄2次了，加上这次大比，就是第3次。事不过3，但对司徒策来说，可能是事不过一直过。灵根属性金、火、土，亲和力中等偏上，战斗风格稳健，擅长持久战。结论：胜面70%。青云宗大师兄其实挺惨，但也就同情3秒，毕竟他对上的是俺大师兄。什么剑？天外云铁，一整把都是天外云铁。天剑宗真的中彩票了吗？大师兄这一剑看起来简单，但越简单越吓人。我输了，承让。好样的，坚持打完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活着就好。天剑宗的剑术确实无人能及，沈清晨这孩子天赋太高了。110岁的元婴中期，修仙界有史以来能排进前5，关键是他还在进步。你们天剑宗这次剑好像更好了。还行，朋友送的。哎，这就有点惨了啊！你看，他那剑都快拿不稳了，这还怎么打？话不能这么说，修仙一途讲究的就是一个缘法。他这是没遇上好师傅，要是遇上咱们天剑宗的长老，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？司徒策这个人其实不坏，就是运气不太好。每次遇到大师兄，都在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打错误的架。人生最大的悲剧，不是输，是输给同一个人3次。青云宗大师兄对战我宗大师兄，对战战绩0胜3负。今天的剑术比赛告一段落，大师兄赢得很快，师兄们赢得也很快。天宗宗还是那个天宗宗，只是这次剑更亮了。请问忘机师叔在吗？长老被叫去帮忙招待各宗了。阿弥陀佛，那打扰了。为啥叫俺长老去招待呀？他不是天剑宗里吗？长老在禅宗扫了30年地，跟谁都熟。而且他是光头，站在和尚堆里，分不清哪个是真和尚，哪个是假和尚。中，有道理。俺张少这30年地真没白骚，不光骚出交情，还骚出身份认同嘞。小师妹，这只灵鹰平时高傲得很，谁都不让摸，你试试。他挺乖呀。他低头了。小师妹，这只灵狐更傲，连我都不让抱。他不挣扎，他是不是冷嘞？俺怀里暖和。小师妹，我这只也试试，还有我这只，还有我这只，我这个平时咬人，你小心点。三师兄，俺是不是快变成树嘞？
不像树，像挂满小兽的树。小师妹状态被灵兽包围，备注：像一棵会说河南话的灵兽树。恁可别掉毛啊！俺衣裳洗一次可费劲了。慕容师兄，你今天那一件真帅。谢谢。这是新酿的灵酒，这件法衣你穿一定好看。五师弟，长得好看，果然能当饭吃。不光能当饭吃，还能创收。慕容卓颜值变现，效果显著，建议列入宗门副业观察名单。咦，你们大师姐嘞？大师姐啊，在练剑呢，说要努力追赶某人。大师兄，他在努力嘞。他的剑法确实要练。大师兄一句话，伤害不大，侮辱极强。没事儿，剑法能练。俺大师兄嘴不中听，但人中。小娃娃，你吃了什么丹药？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奇遇？司徒策师兄给过俺一颗极品丹药。司徒翠，青云宗是那个大师兄？对呀，上次在幻兽迷宿，他给俺嘞。极品丹药确实能帮人引气入体，可半年到炼气后期，还是快得离谱。大师兄往这一站，怪像一座山，还是会拔剑的山。天剑宗道友，你们的剑在哪里买的？在魔界买的矿石，自己打的。魔界？那个新开的商贸区？对，具体哪个摊位？什么价格？能定制吗？安哥要是知道我们又给魔界商贸区拉客，估计得笑得睡不着觉。你们能不能小声点儿？没办法，小师妹太受欢迎。怎么，你们小师妹不是雷灵根，没人喜欢？长得太帅，也是本公子的错吗？你们没有因为帅被送过礼物吗？你们等着！等什么？等你们来串门吗？我们欢迎啊！青云宗师兄走了可快，比俺跑山还快。被苏宁气的。青云宗弟子口头威胁失败，撤退速度极快。今天咋这么热闹嘞？炼丹、画符、布阵、炼器，全都比。那为啥炼丹炼器放后山？怕炸炉伤人。上一届有个炼丹弟子炸了炉，把半个擂台掀飞了，裁判都进医馆了。炼丹还会炸呀？俺还以为只有俺爹画地图会出事嘞。裁判，饶我一下！刘师兄，布阵还怪有意思嘞。等我上场，你再说这话。刘师兄，恁紧张不？不紧张，我只是提前记录失败原因。你还没比呢，所以先写草稿。除了练剑，还有恁多热闹。不过俺觉得，不管炼丹、画符、布阵还是炼器，最后都绕不开俩字儿：花钱。三师兄，这鸟咋长得跟凳子似的？因为它叫椅子鹰。那它能坐不？你敢坐，它敢把你踹飞3丈远。那不中，俺还小，飞不了恁远。飞得还怪圆润嘞，这叫被椅子踹出了风采。玉灵宗入围。这鹰不是被不凡哥哥驯服了，是被雷一虎吓唬的。他怪识相。灵气宗大师兄，金之后期大圆满，力不凡才金丹初期，差了2个小境辈啊！雷一虎刚契约不久，配合肯定不如幽冥狼，这场玉灵宗难了。虎哥可得争气啊！上！
么威风啊！三师兄，恁可以跟文职业长老学御兽呀。可是，养灵兽很花钱。咱有小野猫，就养它呗，它长大也能怪威风。可是小炎鳌是魔兽，升级估计也很花钱吧？那，有钱再说吧。有钱再说，这4个字可能是俺们天剑宗最常说嘞。你看那个冒黑烟了，废了。四师兄，恁咋知道嘞？火候不对，这个要炸了。我还要练。还是做饭简单，饭做坏了最多难吃，单练坏了会炸。四师兄，恁好像对炼丹很懂呀。可能做饭做多了，火候这东西一通百通。那炼器恁也懂？懂一点，以前太穷买不起新锅，只好学点炼器，自己学。因为穷，一个剑修硬生生被逼成半个炼丹师，半个炼器师。俺们天剑宗里穷，到底逼出了多少跨界人才啊？画符讲究一气呵成，中间断了，符就废；笔画错了，符也废；心神不宁，符还是废。你看，废了。吴师兄，俺觉得恁适合画符。我？恁给大师兄递剑的时候不抖，给长老端茶时候不抖，给小炎鳌梳毛的时候也不抖。可是买符纸和笔都很花钱。又是钱，画符要钱，炼丹要钱，布阵要钱，御兽要钱。剑修看着省钱，可一把好剑更贵，不中，真不中。那是镇宗之光吧？3岁学剑4岁阵，8岁就能布3级阵，护明光悬了。六四哥能解开不？再找阵爷。镇宗胜。六师兄，恁输啦。不丢人吗？不丢人。第一次布阵参赛称了克中，下次争取称2克中。镇宗那个弟子学阵100多年，我才学3年。有道理。而且我主要是练剑，布阵只是副业。这种心态怪适合搞副业。六师兄，恁副业搞得挺好，要不要继续发展？那倒不用，太花钱。都是没钱惹的祸。这句话俺记住了。以后天剑宗有钱了，师兄们想干啥副业都中。小师妹，今晚他也想来找你。虎哥，恁今天也来串门呀？中乖，被压着俺脚，俺脚还小嘞。慕容师兄，这块灵玉很配你。多谢。这是我亲手酿的灵酒。多谢。这件法衣你穿一定好看。多谢。1、2、3，是几件嘞？吴师兄，恁脸快赶上4师兄的吃货中剑嘞！我剑没那么红。他每收一件礼，脸红一次，再收下去，能给咱院子照明。慕容卓夜间颜值收入持续增长。备注：脸红频率稳定。这下总算清静了。3师兄，他们给自己扣了扣锅，各心不中各香吧。小师妹，青云宗哥哥姐姐们想安静，可俺4师弟要是做饭，那就不是生意的事儿了。火候刚好。4师兄，这锅怪香嘞，比炼丹炉香多嘞。幽冥玄铁锅价值高、耐用、导热稳定，建议列入宗门核心资产。坐下。大师兄，可是他们……坐下。他们闻得到吧？肯定闻得到。那怎么不过来？司徒彻不让。这肉真嫩啊，这汤真鲜啊，这豆腐真入味啊。4师哥，恁这锅底重，香了俺脚趾头都想喝汤嘞。6师兄，恁这个总结怪准嘞。明天我们还吃火锅，
欢迎来串门。今晚火锅咋感觉比刚才更香嘞？因为有人看着我们吃，准确说，是一群人看着我们吃。俺沾着怪像菜地里长错了豆芽，还是最爱那根儿。能勾就勾，中；不能勾也不要暴露修为。中，按正常练气气水平打就行。中，俺记住了。你们说小师妹会怎么打？长老都说了，能狗就狗。她应该会很听话。小师妹新人组第1轮战术预测：狗。开始。俺寻思着大家都怪忙嘞，俺就不添乱了吧。现在打能打的，那个小道具最后再说。俺也赞同。他真蹲下了。长老让他狗，他就真鼓，挺好，省力。小师妹大乱斗战术，原地蹲守，优点低调，缺点过于低调，能晋级就行。禅宗主持说的对，人生最重要的技能不是打打杀杀，玉婉现在就不用挨打，怪好。坏了，有人不想让俺勾，出去！坏了，他真不让俺勾。扶墙，别跑，能再追呀！这都行，像绿狗一样，规则也没说不能跑啊。他才3岁半，怎么跑这么快啊？小师妹这跑法真是练出来了，每天扎马步跑山，不是白跑的。上官海棠越追越急，小师妹越跑越稳。小师妹战术：敌近我跑，敌追我绕，敌怒我稳。你能不能别跑？能不能别追？时间到，大乱斗结束。你为什么不打？我为啥要打？勾着就能晋级，俺为啥要打？这小娃娃狗到天才啊！妙狗出风采！好，这小娃娃有前途。小师妹，你这战术堪称狗王之王。能不打就不打，能躲就躲，把狗字发挥到了极致，而且把对手气成这样，也算一种胜利。新人赛大乱斗，小师妹战绩0杀0伤0被打，结果晋级。备注：对手气炸了。中，俺这叫听长老话，长老说能勾就勾。食神宗那个小天才米其林，听说他的灵石能恢复灵力。3岁半对10岁，这怎么打？虽然都是练气后期，但年纪差太多了。天宗宗那个靠丹药引气入体，根基肯定不稳，估计他一招就输了。我估计半招。小妹妹，我会尽量轻一点的。谢谢恁人怪好嘞。开始。这小娃娃躲得真妙，像跳舞一样。天剑宗是不是专门教这个？你为什么那么能躲？因为俺每天都被师兄追着打，习惯嘞。我认输。食神宗认输，天剑宗服亲胜。又赢了！上一场狗，这一场躲赢。这娃娃运气也太好了。俺这不是运气，俺这是腿脚好，打不住俺，赢不了俺，这道理怪简单嘞。风狐速度极快，爪子带毒，这次那小娃娃躲不掉了吧？我投降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投降？为什么投降？玉灵宗的人是不是认识这个小娃娃？昨天才看到玉灵宗给他送糖来着，那也不至于投降吧？可能是灵兽怕他。灵兽怕3岁半小娃娃？你逗我！不信你去问那只灵兽。风狐已经很勇敢了，至少没当场装死。好，这小娃娃老夫越看越喜欢。这回不是俺主动勾嘞，是他主动怕嘞。不过结果都一样，俺又赢嘞。伏笔的
云宗雷灵根对天剑宗杂灵根，这下他总不能再靠跑了吧？上官海棠肯定不会让他苟。这一场，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？擂台恁大，应该还能跑一会儿吧？来了来了！青云宗小天才对天剑宗小不倒，雷灵根对杂灵根，筑基初期对炼气后期，法医对布衣，雷击木剑对普通木剑，这差距也太大了。天剑宗那个小娃娃能撑过3招就算赢。小师妹，一招解决他，让他跑。擂台就这么大，看他往哪儿跑。小师妹，好好教训他。那颗珠子俺认识，俺哥推销给他的，一颗就值上百上品灵石。从头到脚就俩字儿，怪贵。俺从到脚也俩字儿，怪穷。不过这衣裳是师兄们给俺买的，俺可舍不得扔。看看人家，从头到脚都是高级货。天震宗穷嘛，靠丹药堆上来的，跟雷灵根能比吗？你运气真好，苟到了现在，运气也是本事嘞。我的娘嘞，这是个啥呀？这是我的独家发明泡泡抱抱，你可要一直跑哦。上官姐姐，那我要是不跑了会怎么样啊？那你就试试呗。不可能，这，你快放我出去！哎呀，上官姐姐，这不是你的绝招吗？哎呀，我的头发，我的裙子！咦，你看你，我要勾着你不让，我出手你又接不住嘞。发生了什么？我没看清，剑光一闪人就飞了，一剑只了一剑，还打碎了一剑，那是禅宗社的结。你一直在装？没有呀，俺现在明面上确实打不过恁。那你刚才是恁逼俺哩，恁哩珠子。下回别追恁姐，俺不是回回都能收住劲儿哩。运气好，中，他们开心就好。小师妹太厉害了，但是超纲了。三师兄，慢点儿，俺头晕嘞。一剑打飞了筑基期，还打碎了结界，那可是禅宗的结界，要赔的。小师妹新人组战绩，第一场大乱后苟进，第二场对食神宗米其林躲赢，第三场对御灵宗弟子对方投降，第四场对青云宗上官海棠一剑获胜。六师兄，结界要赔不？这种联合大比的公共结界，一般按公约赔偿，应该赔得起。没事，赔不起，可以让望鱼长老继续打工还债。中，长老会扫地，应该也会还债。这是天剑宗的新剑法。对。新剑法也不可能拿着木剑就把筑基期一剑撂下台，还打碎结界吧？小平还是体修，力气大。老汪，你老实说，那小娃娃到底是什么灵根？杂灵根，青云宗测的，你们不信可以去查。杂灵根能一剑打碎结界？都说了，他力气大，力气能大到哪里去？他是体修。每天扎马步1个时辰，跑山10圈，挥剑1000次，你试试。他吃什么长大的？馒头。长老，俺今天不会暴露吧？以后可能会有不少人关注你，不过没事儿。天宗宗的弟子哪个没受过关注？也是，俺大师兄是天骄榜第1，师兄们也都是单灵根天才。小师妹，你终于发现我们很厉害了。俺早发现了，就是恁们平时太穷，容易让人忘。那姐姐赔偿哩？主持说了，不用赔。老夫在禅宗扫了30年地，这点面子还是有的。这30年地莫白扫。剑术比赛第1，新人赛第1，都记账。六师兄，恁手不抖啦？以前可能会激动，现在也就还好。
见过10万上品灵石大阵仗的人，果然不一样嘞。中阶疗伤丹，幽冥玄铁矿。小师妹正好缺一件法衣。长老送的护身符上次渡劫都碎了，刚好补上。虽然比不上长老的护身符，好歹有法衣穿。当金丹1级的法医，好像也不是多高级。小师妹，你不能这么比。你刚才一剑打碎的是结界，不是人。普通炼气期弟子能有一件挡金丹1级的法衣，已经是保命的东西了。你看上官海棠，不就是穿了法衣才没被你打死？中，有道理。而且参加这种比赛，拿第几不重要，出名才重要。出名有啥用呀？这种比赛本质上是各宗展示实力的舞台，宗门排名、资源分配、外界雇佣都是一次次比出来的。像大师兄出名之后，每年都有不少人找他当护卫，能赚不少。以前那把剑300上品，当护卫赚的。我们以前的剑也是，天宗宗发的剑就是木剑，想要好剑要自己挣。我们长大了就得自己出去兼职赚资源，抓猛兽、当护卫、采灵药，什么活都接。大比怎么样？赢了没？有没有把青云宗连打绿？都录下来了，自己看，看完还我。流影珠，这玩意儿很贵吧？借的，山宗的，用完要还。小平儿，你那一剑用了多少力？大概30%。下次打架悠着点儿。为啥呀？好在这是宗门大比，有结界有裁判，平时打伤人要赔钱。中，有道理。尤其是打青云宗的人，他们法衣贵，赔不起。更有道理嘞。明天开始继续修炼，万宗大比只是开始。天宗宗的招牌不是靠一次比赛立起来的，是靠每一次。俺忽然觉得天剑宗虽然穷，但这个招牌怪硬嘞。俺不是兴奋的睡不着，俺是在想一个人。二师兄，小师妹，怎么了？三师兄，俺问恁个事儿。说。二师兄到底是个啥样的人？二师兄啊，是个怪人。怪？他刚进宗的时候浑身是伤，躺了3个月，我们都以为他是个普通人。后来他伤好了，开始练剑，我们才发现，这人根本不是普通人。他的剑法很怪，不像我们正经宗门的路子，像是自己琢磨出来的，又像是从很多剑法里拼出来的。而且他很会赚钱。赚钱？是他想办法搞到第一笔启动资金，让长老们能去其他宗门打工。比现在还差，那还能活呀？对，他说没钱就去赚，赚不到就借，借不到就抢。抢？开玩笑的，大概是开玩笑的。俺好像知道他是谁嘞，俺早该想到嘞。小师妹，想什么呢？俺在想二师兄啥时候回来。快了，他说养完伤就回来。中，俺等着，等他回来，俺要当面问问他。123、124，这日子怪平静嘞，平静到俺能数清后山灵果树长了多少片叶子，平静到俺觉得吃了睡，睡了练，练了吃，能过到天荒地老。怎么了？中阶魔兽和妖兽袭击村镇，血洗小门派手段残忍，不止一处，是同时发生。万仙盟让我们带上小平儿去开会。啊？你这听着不像啥好事。走吧。我们呢？都来吧！万一要打架，人多力量大。天宗全宗出动，5个师兄，3个长老，1个俺，像一群去打架的麻雀，不多但吵。这们得花多少灵石呀？很多，多到我不想算。本来俺觉得咱天剑宗大殿已经怪批牌了，能塞下全宗，还能翻跟头。现在一比，老曹屋建了皇宫，主持那光头怪亮。俺要是晚上迷路，估计能拿他找路。三师兄，俺咋感觉他们都在看俺？不是感觉，是真的。那能不能躲大师兄后头？可以。
那是青云宗大长老谢千珏，炼虚初期，比青梦宗主修为还高。对，青梦宗主还在闭关冲炼虚，这位已经是老牌炼虚。但谢长老1500多岁了，青梦宗主才600岁，那还是青梦宗主厉害，600岁就能管1500岁嘞。而且听说青梦宗主曾因情劫荒废了100多年的光阴，实际修炼时间也就500年左右。500岁的炼虚期，不愧是上一届第一天骄，修仙界第一女修。据说青梦宗主的剑法很好，能让大师兄说很好，俺娘的剑法肯定是真好，好到剑齿都浮起来。六师兄，为啥别人1000多岁就那么老？俺见过有个猎户3000岁还怪帅嘞。首先，修士和凡人的生长衰老节奏不一样，修士肉人受天地灵水温养，不易衰老，所以修仙界300岁以内都算青少年。到了元婴期还能返老还童，想定格在多少岁都行，但一般人几百岁甚至上千岁才能结婴，那时候已经习惯中老年相貌，而且能坐上长老位置的，外貌成熟稳重一些，也更容易管住弟子。俺懂嘞，像俺爹那种3000岁还顶着少年脸嘞，属于不要脸只要脸。那是玉灵宗宗主白敬新，炼虚初期，本命兽是玄月灵狐，据说接近圣兽级别。玄月灵狐可安抚、引动方圆百里内所有灵兽情绪，还能弱化敌方对灵兽的操控，对契约类术法有天然压制。怪厉害嘞！那是灵气宗宗主白鹤洲，炼虚初期，本命兽是息光圣鹤，也接近圣兽级别。息光圣鹤能展开息光领域，领域中一切灵力流动被扭曲，敌方灵兽契约稳定性下降30%。他们都姓白，气质也有点像咧。据说2个宗主曾是一对情侣。哦，1000年前2人都是被万灵宗宗主捡回来的亲传弟子，都跟了万灵宗宗主姓白。哦，后来嘞，他们为啥分手？后来不知为什么分手了。万灵宗宗主飞升后，万灵宗分成了玉灵宗和灵切宗。六师兄，恁连这个都有？知识不分贵贱，八卦也是知识。根据话本记载，当年2人同出万灵宗，是人人羡羡的师公妹道侣。白敬新温柔持重，信奉以心育万灵，顺其天性共情灵智，追求人与灵兽共生平衡。白鹤洲则性情清傲，信奉以灵切锁万灵，以强克顺利统御灵兽，追求绝对掌控与战力极致。后来白鹤洲为强化灵气，欲以万灵精血祭炼契约大阵，虽能短时间暴涨宗门战力，却视灵兽为工具，用灵兽精血不中吧？白敬新坚决反对，认为此举逆天害灵，也违背万灵宗初心。争执之中，昔日情分被道途之争磨尽，最终2人斩断情丝，各领一脉，弟子分立，2宗同根同源，却再无往来。实力世界能彻底压过谁？难怪上次万宗大比，2宗弟子总憋着一股劲儿，这哪门之争？这是前人之争呀！那些都是尹氏大家族的家主。这个人跟吴师兄有点像嘞。三师兄，那个人真是吴师兄他爹呀？慕容家主。那后头那些都是吴师兄兄弟姐妹吗？同父异母的大概10几个吧。堂兄弟、表兄弟更多。慕容家是大族。俺懂嘞，在慕容家，父慈子孝，兄于弟恭，估计都是画本里才有嘞。他们会不会后悔不要吴师兄？后悔，以前也来找过，说让武师弟回去，既往不咎他离家出走，家里资源还会供应。哼，说得像施舍，有价值才是儿子，没价值连根草都不是。不稀罕。吴师兄，中！马荣家族，以后俺绕道走。主持念得好久，久到俺都快数清大殿里有多少根柱子嘞。近日有中阶魔兽和妖兽袭击村镇，摧毁小门派，手段残忍。目前已确认遇袭地点7处，伤亡人数仍在统计中。补充一点，袭击中甚至出现了高阶妖兽。高阶妖兽，那可是元婴期巅峰，加上天赋神通，化神期都能一战。魔兽和妖兽一起行动，他们不是天敌吗？妖兽生活在修仙界，魔兽生活在魔界，他们是天敌，一般不会联手。高阶妖兽与高阶魔兽皆有灵智，一般躲在秘境或魔界深处修道，不会无故屠戮村镇。除非有人操控他们。能操控高阶妖兽和魔兽的，可不是一般人。俺现在弱小可怜，但能吃。干嘛呢？盯着我家小弟子干嘛？我们小平儿才3岁半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此事恐怕与你们天剑宗脱不了干系。放屁！放你娘的狗屁！
胡言乱语，睁眼说瞎话也不害臊。阿弥陀佛都嫌你烦。长老这个井怪有攻击性嘞。据我们调查，混沌灵根现世，魔界渡劫那天，你们天剑宗空无一人。请问，你们那天去了哪里？老夫在玉灵宗铲屎，没问你。老夫在你们青云宗丹房烧火，也没问你。老夫携弟子外出许炼，去哪里历练？就一个秘境，怎么了？哦，哪个秘境？是在魔界中围的秘境吗？是护他渡劫吧？他就是魔界的混沌灵根吧？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话。哼！这不是一个炼气后期能做到的，绝对不可能。俺就轻轻看了一下。小师妹，这话现在千万别说。除了越级击败对手，他还能沟通妖兽。对，灵兽怕他怕的腿抖，他跟玉灵宗的人和兽都熟得很，3岁半就是他们的客卿了。我们跟小师妹熟怎么了？我喜欢他不行吗？身价灵兽凉了。就是，关你们屁事！你们灵剑宗是不是闲得慌？刘师兄，他们家自己吵起来了。前任之争，历史遗留问题。小师妹记住了，锅砸过来的时候不一定要接，也可以让他砸别人脚上。也就是说，他确实可以与灵兽沟通。对，上次在幻兽迷窟，我们被高阶3手青焰师追杀，就是他劝退了3头青焰师。你们还好意思说？小师妹帮你们劝退妖兽，你们就这样恩将仇报？白眼狼，要不是小师妹，你们早被烧成灰了。现在反过来咬我们一口。根据《修仙界恩仇录》第138条，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。你们这不叫涌泉，叫倒灌。我们给了钱的，还给了极品丹药，已经2清了。给钱是真给了，可救过的人再回头捅一刀，还是怪疼嘞。要不然，重新测灵根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探一探便知。我天剑宗的弟子，岂是你们说探就探的？天剑宗的弟子岂容外人欺负？不行，谁都不许碰小师妹。想动他，先过我们这关。小施主，老衲只问你一句，你如实回答。中。那天在魔界中围渡劫的，是不是你？是安。真的是混沌灵根，难怪当初测的是无灵根。完嘞，这回是真藏不住嘞。那你是怎么操控妖兽的？俺没有操控他们，他们只是怕俺。可能俺身上有圣兽的气息。圣兽？这小娃娃见过圣兽？老夫亲眼所见，魔宫门口蹲着2只白泽后代。好啊，连魔宫都去过了，去魔宫有何企图？老夫只是想借魔界的地方渡劫，隐瞒混沌灵根出自天剑宗。混沌灵功一出，各大宗门免不了一场争夺。老夫护自家弟子有错，但老夫发誓，天剑宗绝有与魔道勾结。魔君看到混沌灵根在他的地盘渡劫，以为魔界出了天才，召见小平儿，很正常吧？你们见了魔君？我们只在门口等，连魔君的面都没见过。好像说得通。通个屁！你会为了不让别人抢徒弟，让徒弟跑去魔界渡劫？如果是混沌灵根的话，我会。一个修仙界的混沌灵根到了魔宫，还能被魔君放回来，探一探体内有没有魔气，不就知道了？
探嘞，俺承认，俺体内确实有魔族血脉。啊！长老，恁们不惊讶吗？送你护身符那天，老夫探过，你体内确实有魔气，但不重。当时以为混沌灵根能吸收魔气，也正常。后来你去魔界渡劫，听说魔君对你重视，我们才确认。以魔君修为，即使吃了魔气丹，也能看出他是不是魔族。他没有怀疑，就证明他确有魔族血脉。小师妹，你是魔族又怎样？你是我师妹，这不会变。对，我也一样。宗主说过，天剑宗弟子不问出身。我的本子记了这么多关于你的事，不会因为你是魔族就扔掉。